门，开门，开门，开门！哇，怎么下这么大呀？怎么了？打不着了？啊？这怎么喝凉水都塞牙呀？怎么办？能怎么办啊？打电话叫拖车。哎，幸福，我知道了，先留住他们，我们马上回来。怎么了？幸福说，石桥村的当事人到所里去了，好像还挺着急的。不是，这都什么事儿啊？这大案子没拿着，小案子再给丢了，那怎么办？那赶快回去吧，打车吧，打车走吧。不是，我刚买的西服。这饭都吃不饱了，还管西服干嘛呀？走。哎，我去，没车呀，怎么办？走，跑回去啊！这边还行，这边。哎，行，快来这往上跑。一般都得套。哎，三叔，给我一个塑料袋，来把这个电脑钥匙。来盖上，盖上。哎呦，这儿漏了，这儿漏了。三叔，还有这儿，对，这边，这。来，这一会儿就满了。挡上。这儿漏了。给，这儿漏。拿好。还有，我去，把这边给挡上。来，哎，这个。放进去。哎呀，好这个。还有这儿。幸福。哎，来了！我就说，你们看，3个律师为了赶回来帮你们办案子，都临成什么样了？关律师，他们都等你们好久了。咱屋漏水，幸好这些当事人在，能帮帮咱们。关律师，看这块儿，这块漏点。这还得接着，就这么接。谢谢。哎，赶快该做的没什么事了，我们先走。对，那个。都回吧。哎，哥慢点啊！好，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好，不客气，再见。哎，还有车回去吧？有车。好，谢谢。幸福啊，谢谢你啊。谢我什么呀？还是谢他们吧。是啊，乡亲们虽然有时候不懂规矩，但他们还是很淳朴、很善良的。要是咱们都不帮他们的话，他们怕是连这点福气都没有了。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啊？咱这个月没挣钱，之前挣的也花的差不多了，大概还有1万多吧。天哪，为什么你一定要过着这种捉襟见肘的日子呢？我跟你说，幸亏幸福帮咱们找的这些小案子，不然就真黄了。吃饭了。
吃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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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好，来了，来，赶紧吃饭，管他怎么着，吃完饭再说。幸福，你这订的是多少钱的盒饭啊40一盒，4盒160，我让老板便宜了10块钱，150，怎么样？150，何幸福，你怎么这么败家呀？咱们现在都什么情况了？咱们现在是经济危机啊！你要把我们吃穷啊？你没事吧你？这盒饭是我一个人吃的吗？你有没有良心？哎，是谁在吹牛说出门的时候穷光蛋，回来腰缠万贯的？我怎么着？这是没挣着钱呀？没关系，钱是穷种，越花越有。吃饱了喝好了再挣钱呗，是吧？对，来，吃饱喝足，全打开。你还有私货呢！我跟你说啊，他特逗，哎，一路上势在必得，势在必得。你得了吗？对，你好啊，你好。哎呦，出门一个样，然后说回来一个样，哎，最后裤衩都快被雨给淋没了吧？还说我呢？你没淋。幸福啊，我算是发现了啊，不管我们这个律所有多么的失败，也不管我们有多么的穷困潦倒，你永远都在身后像个后盾一样，提供我们的吃，提供我们的喝，所以你是方圆律所的最宝贵的财富。没错，真的？真的？当然真的呀。那就把我那前台的试用期给划掉呗。兄弟们，你们说呢？都带酒里了。不，什么叫全在酒里啊？你同不同意？同意呀。你呢？当然同意啊！好，从今天开始，何幸福就是我们方圆律所的正式前台。来，干杯！干杯！干杯！拜拜。哎，你们路上小心。放心，天黑之前就回来了。好。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秀川县人民法院、浮水镇人民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宝胜等31人诉被告美嘉商贸有限公司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下面开始法庭调查。Should be here. Seems nobody here. Yeah, nobody is here. 你好。哎，你们2位是？请问这里是方圆律所吧？啊。哦，所以这里今天是没人是吧？我不就是人吗？您不是这儿的清洁工吗？清洁工也是人啊。哦，你们找谁？我也是前台，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哦 ，She said she's the receptionist here. 啊，这位是安飞集团的 Frank 先生，他是专门来拜会关律师的。哦，什么集团？安飞集团。安飞集团。哎，哦，我好像听他们说过。关律师他们去乡下打官司去了。哦 ，Mr. Guan is outside. Well, though, I think if Mr. Guan is outside, then maybe we should come back another time. Frank 先生说，如果关律师不在的话，他就先不进来了，改天再约吧。哎，别，这来都来了，进来说吧。我们这儿会议室。OK。太好了，我们所还没来过外国人呢。今天是头一份儿，我也算是开了眼了。谢谢。
我去给你们倒点茶，你们先坐一下。好，谢谢。Where did you go? 喂，幸福啊。哎，那个，你那儿怎么样了？我们现在正在跟对方就合同的执行协商呢，没有什么事儿啊。休庭马上要结束了。没事没事，你们先忙吧。回头再说啊，拜拜。啊。可幸福了，你要是让这老外跑了，你这罪过可就大了。哎，不好意思啊，让你们久等了。哎，请喝茶。这是我关律师他们第一次打赢官司买回来的，买完之后就再也没喝过，我也没喝过。你们尝尝，应该还挺好喝的。She said it's a great tea. She keep them for a long time. Okay. Enjoy some. Okay. How many lawyers are working in this firm? 你们律所一共有几个律师啊？3个。哦，3. 啊，不对，4个。4. Are you also a lawyer? 你也是律师吗？我不是，我就是前台，还兼着勤杂工。但我跟他们，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使。She said she's tough enough to do a lot of work at the same time. Do you think we can entrust a legal affairs to such a firm? 他说什么？啊，没什么，他只是他是不是觉得我们律所小啊？哦，没有。你告诉他，庙小神灵大。这财神爷也不算大，但是家家户户可都敬着呢。What did she say? She's from countryside. She's keeping telling local stori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is company have asked a peasant woman to welcome us. 是他们聘你做的前台吗？哦，不是，是我自己硬干上的。She insists herself to be the receptionist here. What? 我家在农村，因为跟村里面闹了些矛盾，然后就来了城里，就到了咱们所里。So she turns into city. 他们一个月就给我开1500的工资。1,500 as salary. What? Only 1,500? 这么少吗？啊，你们也觉得少是吧？我也觉得少。我之前一直让他们给我加工资呢。She is always keeping us them to increase the salary. So, why are you still working here? 那你为什么还在这工作？因为他们人好呀。他们从来不会见人下菜碟，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农村人就瞧不起我。She said they're good men of integrity, and they never look down on her as she from the countryside. 后来我就干上前台了，他们也给我涨工资了。Finally, they end up increasing the salary for her. Oh, okay. 不错啦。不错啦。不错啦。不错不错，是不错。哎呀，咱们的官司打赢了！乡亲们，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上面签字，然后在你们的名字上摁上你们的手印。哎，一个一个来。上我们家吃饭去啊！客气客气，别客气别客气，上我们家吃顿饭，好好感谢官司啊！哎，关律师啊，关律师，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啊？你们怎么样了？已经结束了。结果呢？结果很好，我都说了我不会不管他们的，你放心吧，大家都很满意，都说让我去他们家吃饭呢。你别吃饭了，赶紧回来吧。怎么了？有什么急事吗？那个弗兰克先生来了。啊！哦，哎，他不能走啊！他来多久了？他来干什么？来了一会儿了，我跟他聊了会儿天。看来他们是想和你合作。哎，你们快回来吧，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你怎么不早说呢？现在才告诉我。我不是怕你们那个不专心
给咱们村民办案子吗？怎么可能啊！我跟你说啊，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把弗兰克给我留下，我马上回来。哎，拿着东西，走。改天啊，我们先走了。咱们中国人呢，就是讲究个缘分。世界那么大，人和人能碰着，咱们能一起做事儿，这不就是缘分吗？我经常觉得我和关律师他们就是有缘分。要不你看看他们学问这么大，啊，学历这么高，我就一初中还没毕业的，我怎么就能和他们碰见？他们怎么就愿意跟我一块儿工作？这不就是缘分吗？弗兰克先生，你们之前只见过一面，今天你就特地跑过来找他们，咱也见着了，这不就是缘分吗？ She's talking something about fate, the fate between Mr. Guan and her. And she asks you, do you think it's also fate that you come all the way here to visit Mr. Guan, even though you just met him once? What do you mean about fate? 缘分对你来说是什么呢？缘分就是，就是一堆人里面，我一眼望过去，就是你了。It's something like you pick out someone among a bunch of people at your first sight on him. What happened to the other lawyers? Why they are not back yet? 他们为什么还没回来呢？他们去乡下给乡亲们办案子去了，在农村办案子不容易，乡亲们的诉求也都各种各样，很多当事人不大懂法，但他们仍然对乡亲们认真负责，因为他们放不下那些遇到困难的乡亲们，所以他们经常往乡下跑。Oh, really? Is it really possible to make money by defending peasants in a lawsuit? 可是帮这些农民打官司，他们能赚到钱吗？那当然是赚不了什么钱嘛，所以才租用这么破的律所。但是关律师说过，当律师的是要用法律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把法律做成生意。Mr. Guan said, they use law to serve people, not just take it as a business. Okay, well, I think it's quite good. OK. Yes. 就说你，老公，到底怎么了？弗兰克来律所考察，幸福都跟他聊了半天了。弗兰克来了，那他怎么不早说啊？你俩用脚趾头想想啊，为什么？我明白了，不是，幸福胆子也太大了吧？哦，为了让咱们踏实办村里的案子，自己鸡蛋弗兰克。我告诉你本浩，如果弗兰克那边有什么问题，立马把他开了。别说了，赶快开吧，他俩在一块画面我不敢想象。没事，幸福应该把人稳住了。都 OK 啊。我早就说过，人家根本是不会聘用像咱们这一个小律所的。幸福啊 ，Frank 呢？走了。走了，没留住他。我留了呀，没留住，他非走不可。我给他沏了这么好的一壶茶，他就喝了一口。完了。嗯？什么完了？你们官司不是打赢了吗？算了吧，反正我昨晚一晚上都没睡。
挺累的，我找个地儿我睡一觉去。哎，别走啊！哎，这个我给谁呀？弗兰克留了张名片，说让你们联系他。哎，关头。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把案子抢走，没见他犯这么大祸，不给钱，人家凭什么给你干活？你不知道啊？主任，对方要求取消和咱们的协议。行，取消可以啊，那就按合同违约，让他赔咱们1年代理费，那取消去。可主任，对方手里掌握着咱们暗示他们向官员行贿的证据呢。有证据让他们拿出来，啊，到时候看谁倒霉。哎，怎么样啊？怎么样？谈下来了吗？谈什么？不是找你光聊天来了？对啊，这不聊天怎么有这个呢？这什么？这什么呀？签了，成了，关头，签来了！哎，我不来做梦吧？掐我！是的，成吗？哎，咱是不是应该上这车呀？这个明天换，赶紧的上车，走。这太不真实了吧！300万啊，兄弟们！这么大馅饼，砸咱仨头上了？哎，今天几号？今天13号。我的 lucky number。去你的！你刚刚在路上不是这么说的啊。Frank 说啊，很快他发现选择驿道呢，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于是就翻看了我们留在那儿的资料，动了去我们那儿考察的念头。在我们的律所呢，他跟幸福聊得很愉快，对我们的律所啊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再加上今天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他下决心跟我们草签了这份合作意向书。但是呢，正式的协议等到细节谈妥了之后再签。哎，不是，我好奇啊，这幸福跟 Frank 能聊什么呢？想知道吗？不告诉你们。Frank 说，幸福跟他说了很多中国的老道理，而这些道理呢，跟经商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同时啊，他呢为我们和幸福的故事所感动。他相信啊，一个不计较金钱得失，忠诚为农民做好服务的律所，一定是一个可以为任何当事人做好法律服务的好律所。觉悟。但是啊，他提出来，希望我们可以换一个办公场所，可以跟他们的公司地位相匹配。同时呢，他希望在我们新的办公场所里有幸福的一个位置。哎呦，你吓死我了！哎，位置肯定给，那毕竟幸福是咱们的镇所之宝嘛，对不对？哎，还有个事儿跟你们俩商量一下啊。坦白说啊，谈成这300万的案子呢，幸福有很大的功劳，对不对？对。我的意思是啊，为了公平，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幸福一部分报酬啊？肯定给。你这样，你给他拿2万。不对啊，按照常规的分成比例，我们应该给他2%到3%啊，也就是6到9万块钱。以幸福的贡献，他值9万。9万啊？你这样说是应该奖励，但是给一个前台提这么多提成有点多吧？是挺多的啊。你想，咱们还得搬家、装修，还得招兵买马，那钱不得省着点花呀？那给他6万。其实5万也不少了，我觉得。也是。其实我觉得啊，干脆1分都不给吧，反正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要叮嘱你们一句啊，做人做事呢要凭良心，只要你们的良心上过意得去，那就这么办。哎，不是关头，反正你现在说话骂人不带脏字啊，你赢了，给。我们回来了。哎，关律师，
我正好看到这个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呀？还有一个公序良俗。你问这干嘛呀？我正好看到了，你能帮我解释解释吗？好巧，这个民事活动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呢，就是指人与人交往、做生意啊、借款还贷等等等等发生往来的过程当中呢，要诚实，要讲信用。说的都对。怎么了？没什么，我们在说别的事儿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公序良俗。这个公序良俗呢，就是指一般的社会活动当中，大家共同遵守一般的原则和风俗。也就是说呢，要有道德，有良心，对吧？你别看我们了，我们都知道啊，谁让你是老大呢？谢谢理解啊。还有一个消息啊，我们呢跟 Frank 已经草签了合作意向书。签了呀！我就知道他会选择咱们，那咱们所是不是就挣大钱了？是。那既然挣了大钱了，那咱们也用不着为了有上顿没下顿发愁了。那未来是不是就能更好地为咱们农民同志服务了呀？是啊。钱真是个好东西啊！幸福啊！这个案子的成功呢，你有一定的功劳啊。哎，对啊，是我接待了他。关涛，那你得给我发奖金吧？发，当然得发呀。你要多少？你别说我财迷啊，我就是想多赚点钱，将来能把我孩子接到城里来。2000。多呀。你别这么看着我。1000。幸福啊，这个案子呢，可能你的奖金不会有多少。哦。但是啊，我们准备给你提成。提成？那幸运说，只有当律师才有提成啊，我以前他也有提成啊。这两回事儿。根据 Frank 所说呢，在这个案子上啊，你立了非常大的功劳。按照律所的规矩，不管是谁啊，只要帮助律所谈成的项目，我们要给2%到3%的提成，那就是6万到9万块钱。我们准备给你3%，9万块钱，再加上你刚刚提的要求，以后每个月再给你涨500块钱工资，你看行吗？行啊！哎呀，你们这么够意思呀！行啊，这肯定行。其实2%就行了。咱们律所刚挣钱，也别大手大脚的。6万块钱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了。我知足。何幸福同志，关涛真没有看错你，必须拿9万，不收都不行，是不是？什么？啥没看错呀？啥没看错呀？我怎么听不懂呢？你赶紧工作，赶紧工作。6万。谢谢。什么6万？9万！谢谢。哎呀，媳妇儿回来了。哟，你这是干嘛呀？捡钱包了？捡钱包可捡不着这么多钱。那你这是干啥呀？你先洗手，洗完手再说。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我挣了9万块钱，
我不但挣了9万块钱，而且往后的每个月还给我加了500块钱的工资。干一个吧。你逗我玩呢？啊？怎么可能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头2天，我跟你说那个老外来所里，我陪他聊了1下午的那个事儿。今天他们和关涛把合同给签了，关涛他们就说这个合同谈下来有我一份，按照规矩给我3%的提成，9万块钱。真有这种事儿啊？你就陪这个老外聊1下午，然后就比咱俩2年的工资加起来都多吗？对啊，这就是这规矩。那你1个月整这么一回，那咱俩还上什么班呢？你是前台，来的人都来找你，对吧？都你接待。你想啥呢？怎么可能天天有这种好事儿？这对我来说也是800辈子都遇不到1回的事情。再说了，人家是冲着关涛他们，也不是冲着我。要说这事儿，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心里也挺后怕的。万一我那天要是说错话了，把这事给谈崩了，那不就成我惹的祸了？现在就是关涛他们做事厚道，说我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给我钱。对呀，他们可以不给这个钱啊，那他们为什么要给你啊？那是因为他们讲诚信，讲规矩。行了吧，你进城这么长时间，哎，你见过讲诚信、讲规矩的人吗？关涛他们就是。那万一他们有别的想法呢？我咋就不信有这种人呢？平白无故的把钱送给别人，这不是神经病吗？你才神经病呢！怎么回事？我挣钱你是不高兴吗？没有。那要不这样吧，明天我就去跟他们说，这钱我就不要了。反正这钱也没到我手里。那也没这个必要吧？我就是随便一说的，我只是觉得这事有点怪，你要小心点。瞅你那小心眼的样子，你放心吧，你媳妇儿一点也不傻。我是怕你上当受骗，好吗？幸福啊，你看你这一下挣了这么多钱，加上征地补偿留下来的5万块钱，这万书记的事儿也过去了。要不咱俩干脆回去建大棚种蔬菜得了。你看咱俩住这地方，哪有家里舒服嘛？是不是啊？回去以后，咱们还可以多照顾爹妈和小豆子，你说呢？我刚才跟你说话，你怎么没反应呢？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刚进城那会儿也特别想回去，特别想孩子。但是现在呢，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也正想跟你商量商量。什么想法？咱们之前都在乡下住，偶尔进趟城也是办点事就回来，咱俩根本就没有好好在城里生活过。可我就是觉得，城里给咱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虽然说咱们现在挺辛苦的，也挺累的，但是我就是有一种特别有奔头的感觉。这种感觉就让我特别想努力，特别想改变。我觉得城里有无限的可能在等着我们。你就说今天我一下就赚了9万多块钱，那就说明未来还有更多的机会。那咱俩加一起，那咱家的机会就能翻1倍呢。那咱未来也可以在城里买房，像青日那样，把孩子接到城里读书，然后再接爸妈来城里养老。你这也太敢想了吧？你这
有啥不该想的？我之前在早教中心打工的时候，我看人家那小孩那么小就开始学习，就开始接受教育，我就希望小豆子也能像人家那样。可是小豆子现在上早教也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咱俩再努力，多赚点钱，那过2年，说不定就能把孩子接到城里来上托儿所，那多好呀！那当然好了，可哪有说的那么容易呀？谁容易啊？大家不都是得努力坚持吗？就像关涛他们。他们啊，真的是运气好。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努力坚持，做人又好，要不然人家怎么会接到这么大的案子，赚这么多钱？所以说，咱们也应该努力坚持。可我总觉得我在城里，我真的什么都不行。我在村里的时候，我什么都会。哎，我一下地，我浑身都是劲儿，比在这儿自在多了呀。我能理解你这种感觉。可你就不觉得这城里面有咱村里没有的东西吗？你就不想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吗？哎，咱家就在那儿呢，也丢不了，也跑不了，而且咱俩有工作，既然都来了，怕啥呀？就当是为了小豆子，咱再拼一把，那说不定能成功呢。你看那电视上面有那么多从农村走出来成功人士，人家都行，为啥咱不行？你这个叫做梦，你知道吗？做梦怎么了？有句话说得好，梦想总要有，万一实现了呢？嘿，你这个婆娘，我发现你进城真的是心野了。妈一点都没错。妈说啥了？妈没说啥呀。你刚说了，妈说我啥了？没说啥，睡觉吧，睡觉吧啊！说了，不说了。小山，你说对面那小区1平米得多少钱啊？这个呀，哎呦，一般的户型得3万8、9，好点的过4万了。那么贵啊？你不看这什么地段，市中心呀。不过我都研究好了，要我可不买这儿。从咱这儿坐公交车8站地，风景家园，1平米才1万2。那你为啥不买啊？我得有钱呀，大哥。嘿，那你说这么热闹，好像你啥都知道似的。嘿，真不是我吹啊，来哥。放眼咱整个全市房地产市场，什么价位、什么地段、哪有新盘，我一清二楚。你又不买，你研究这个干嘛呀？万一哪天我有钱了呢？你看，一个住5号，中了就是2000万。你怎么跟我媳妇儿一样啊？啊，都爱做白日梦。你媳妇儿也不管你啊，就这么乱花钱。她管我干嘛呀？我风吹雨打的赚钱养家，她还好意思管我买彩票？你媳妇儿不上班啊？我不让她上的。我俩分工明确，我负责赚钱养家，她负责貌美如花，外加收拾家务。我总不能累了吧唧回到家还得扫地做饭吧？嗨，我给你说说我的心得吧。这城里的花花世界，女人一旦有了工作，赚了钱，开了眼界，那不可控因素就太多了。要不然城里这有钱人都离婚了。没你说那么夸张吧？哎呦，人性的弱点啊，是复杂又多变的，无一例外。行了，你别吓唬人啊。不过来哥，你可不一样。要我说，你的背景比咱队长的背景大多了。咱队长他姑父就在后勤干个科长，你说那可是组织部的处长啊！你要是当咱队长那多好，工资都起码能翻1倍呢。队长的工资比我们高那么多吗？你以为呢？
这领导能是白当的呀？哎呀，队长，宋小山，王庆来，这执勤期间你们坐没个坐下？刚才嘀咕什么呢？这不没什么事儿嘛，我们就随便聊几句。这怎么了呀？什么怎么了？有事没事都一样。雇你们过来是过来执勤的，不是过来聊天的。你们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说你们2句还顶嘴了是吧？哎，瞧把他给狂的呀！啊，不，一个破队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呀？他就这德行，跟他姑父家的狗啊属于同类，无非一条哈巴狗，一条疯狗。哎呦，来哥，这也怪你说啊不够关照你，这出门进门的都不跟你打招呼。这你说要是当着咱保卫科长的面跟你多亲近亲近，别说队长了，咱科长见你也得乐呵的呀。嗨，我叔那人就那样，当着人的面挺清高，背后对我们也挺好的。背后对你好有啥用啊？也许你人生残破，也许失望让你沉默，还要勇敢地走，继续倔强的活。谁能阻止你用力去生活？也许理想已斑驳，也许命运略显坎坷，还要勇敢地走，继续坚强地活。谁能阻止幸福开出花朵？就算命运注定曲折，我绝不退缩。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离深渊，怎知地之厚？别人说用全力拼搏，就算命运注定曲折，我绝不退缩。跌碎的梦再一次的重生，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